就係衰退啦。但喺歷史上面咧，標普500指數咧從來未試過喺經濟衰退開始之前咧已經見底，所以成個市場咧依家就係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股市見底未咧，第二就係經濟衰退開始未咧。哈哈，呢兩個問題咧都係好多人問，但係咧係極之難答嘅。所以咧我今日咧我就準備咗6個見底嘅信號咧，同你哋一齊研究下。第一就係 Fear of Margin Debt， 因為保證金債務即係 trader 通過利用呢個保證金即係孖展戶口啦，向呢個經紀人咧借入嘅金額。Margin Debt 咧係可以用嚟買股票或者賣空股票。根據美國 Regulation T 嘅規定咧，呢個初始保證金嘅設置咧，至少要講嘅係50%，所以即係話投資者只可以最高承擔咧，佢哋個戶口裏面50%保證金嘅債務。咁過去咧25年嚟咧，淨係得3次呢個 Margin Debt 咧係按年同比增長多過60%。第一次就係呢個 Dotcom Bubble 爆破，即係99年至2000年。第二次咧就係金融危機 Financial Crisis 前嘅幾個月，即係07至08年。第三次咧就係2021年第一季曾經大升去到71%。咁大家都知啦，上年2022年咧就係迎接咗呢個股市嘅熊市啦。當市場情緒過度高漲啦，啲人咧就會好大膽咁進行呢個高風險嘅槓桿活動。所以每一次如果有一個極高嘅 Margin Debt 嘅時代咧出現嘅時候咧，好多時跟住出現嘅就係股災啦。咁即係調翻轉嚟講，低嘅 Margin Debt 咧相對嚟講就係一個較佳嘅投資時機。咁依家嘅 Year on Year Margin Debt 咧係負22%，所以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嘅信號。好，第二個信號咧都係睇 Market Sentiment 嘅，呢個咧就係講緊家庭對股票嘅持有量嘅比率。截至2022年12月咧，家庭對公司股票嘅持有量咧係大幅下跌去到34%嘅位置，接近2年嘅低位。而20年嘅平均值咧就係30，代表依家距離平均值咧接近咗好多，但係咧都差一少少咧先進入呢個30嘅水平。呢個指標咧同 S&P 500嘅回報率咧其實有一個幾得意嘅對比啊，就係每當咧好多家庭持有股票嘅資產嘅時候咧，股市之後咧就會有一個較差回報嘅一年。調翻轉啦，如果啲家庭持有較低嘅股票資產嘅時候咧，下一年咧市場通常嘅回報咧都會較好嘅喎。咁其實咧呢個同估值都有關嘅，因為當家庭同股票資產嘅水平都好低嘅時候咧，股票估值咧有更大嘅擴張嘅空間，咁家庭咧有更大嘅空間咧去增加佢哋對呢個股票嘅配置。但係如果當股票嘅估值好貴嘅時候，呢啲家庭去加持啲股票嘅空間咧就較細啦。咁所以咧就造成未來1至2年咧嘅市場回報唔好。呢啲數字咧係根據長期歷史數字嘅資料咧得出嚟嘅結果啦。但係都要提一提啦，呢個指標咧就未必可以反映咧一個短中期嘅回報水平。例如係1998年、1999年同埋2000年咧，連續幾年咧係處於好高嘅家庭持有股票嘅比率。但係1999年你嘅市場回報仍然係非常之好嘅喎。呢個咧係要等咗幾年之後咧，你先會見到一個較差嘅長期回報。第3個指標咧就係 Baltic Exchange Dry Index 啦，中文咧就係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 BDI。BDI 咧係由總部位於倫敦嘅波羅的海交易所咧每日發布嘅航運同埋貿易指數，係全球經濟活動嘅基本面啦，同埋呢個貨運業能力嘅領先指標嚟嘅。因為全世界對於原材料嘅需求咧，就係等於全世界未來經濟活動嘅縮影。而乾散貨咧係指啲散裝冇包裝形式運輸嘅商品，咁裏面咧包括一啲大宗商品啦，就係好似譬如鐵啊、礦石啊、煤炭啊、穀物啊、鋁礦啊，甚至係水泥啊、木材等等咁嘅資源啦。咁通常咧，當全球經濟增長嘅時候，對於呢啲商品同埋原材料嘅需求咧都會大增嘅。相反啦，當全球經濟停滯或者收縮嘅時候咧，對於呢啲商品原材料嘅需求咧就會大幅減少啦。咁所以呢個指數咧通常係隨住經濟嘅衰退咧嘅來臨而下跌嘅。而喺好多次嘅經濟復甦之前咧，呢個數值咧已經領先上升嘅啦。依家呢個指數咧係做得非常之疲弱啊，而喺過去5年咧都冇見過咁差嘅表現。所以如果單睇呢個指數咧，咁對市場係一個不利嘅信號嚟嘅。好，另一個咧要睇嘅 Market Sentiment 嘅指標咧就係 VIX 指數啦。呢個係一個波動率嘅指數。VIX 咧係以呢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嘅期權價格咧作為佢嘅基礎。呢度係追蹤緊 S&P 500指數未來30日呢個 put 同埋 call option， 即係睇升同埋睇跌
嘅期權嘅加權價格啦，亦都係 weighted prices 啦。簡單講句，即係指投資者認為標準普爾500指數喺未來30日裡面嘅波動嘅幅度。如果呢個指數嘅波動價格咧係越激烈嘅話咧，呢個波動水平咧就越高啦。咁點解咧 VIX 會被市場稱為呢個恐懼指標咧？因為當投資者咧預期呢個股價會大幅上升或者大跌嘅時候咧，佢哋通常會通過使用呢個期權啊 option 咧去對沖佢哋嘅倉位，以降低風險啦。所以咧呢個期權價格咧，如果整體係上升嘅話咧，表明呢個市場咧佢嘅唔確定性係增加，同埋預期嘅波動性咧亦都增加，所以咧就導致呢個 VIX 嘅指數上升啦。呢個圖咧就係 VIX 指數同埋 S&P 500指數走勢嘅相關性嘅，佢個 correlation 咧係點樣咧？呢個圖咧反映佢哋嘅 correlation 咧係非常之高，係講緊80%。而兩者大多數嘅時間咧，通常都係傾向於呢個相反方向咁樣移動嘅，即係話當呢個 S&P 500指數跌嘅時候咧，呢個 VIX 咧通常都係上升。依家呢個 VIX 指數咧係接近1年嘅低位係20，咁一般嚟講咧，呢個指數如果係大於30嘅咧，就被認為係有一個唔確定性啦、風險性增加啦，同埋投資者嘅恐慌指數咧增加，預計市場嘅波動性咧短期裡面咧都會加劇。而低於20嘅數值咧，通常就係話市場裡面咧係比較穩定啦，壓力較細嘅時期啦。但係同一個道理，當跌低過20嘅時候咧，亦都代表股市咧可能已經去到中期嘅頂部啦。即係話咧，依家市場嘅人咧對依家成個市個前景咧係非常之 happy 啊，好自滿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可以理解為當VIX 高嘅時候咧係時候要買入，當 VIX 低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呢個風險啦。咁一般嚟講咧，投資者係唔可以直接走去買呢個 VIX 嘅 index 嘅。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如果真係想參與同呢個波動率有關嘅產品咧，市面上咧可以選擇嘅咧就有 VIX 嘅 futures 啦，即係波動率指數期貨。今日呢段影片咧就得到 Saxo 嘅贊助，佢哋除咗可以提供呢個波動率指數期貨相關嘅產品之外咧，作為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咧，佢哋都係亞洲市場上面少數可以提供呢個多元化資產嘅交易平台，佢哋收費透明啦，免平台嘅託管費，亦都咧提供一個極低嘅孖展嘅利率。除咗股票之外咧 ，Saxo 亦都提供全球高達4800款咧呢個政府同埋企業嘅債券，譬如美國嘅國債啦、債券 ETF、通脹掛鈎債券等等啦。咁你可以喺 Saxo 嘅平台睇睇呢啲債券嘅名單。我之前喺呢段影片啦有提過，呢2年咧市況其實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咧，投資債券上面嘅我一啲嘅睇法啦，同埋佢嘅好處。咁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咧，可以留意呢段影片啦。Saxo 佢哋嘅債券交易成本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平少少嘅。你亦都可以24小時咧喺 Saxo 嘅平台上面咧交易呢啲債券。另外一個非常之好用嘅指標咧，就係 S&P 500指數嘅200天移動平均線啦，亦即係 SPX 500 200天嘅 MA 啦。呢個係非常之簡單易明嘅入門技術指標嚟嘅。呢度係指 S&P 500嘅股票喺過去200日裏面咧，佢嘅平均收盤價啦。咁我依家咧用 Saxo 嘅平台睇睇 S&P 500 Index 咧，佢嘅200天平均移動線。其實對我嚟講咧 ，TA 啊，即係技術分析咧，對投資者嚟講嘅作用係比較在於一個輔助啦，同埋一個參考嘅形式。不過 SPX 500嘅200天 MA 咧，呢一個技術嘅指標咧，其實係長線投資者咧，我會建議一定要留意嘅重要指標之一。咁而 Trader 咧，有啲比較短線嘅交易員咧，可能佢就會留意短啲期限嘅移動平均線啦，譬如50日嘅 MA。好，睇個 MA 咧，記住一個簡單嘅 concept， 低於200日嘅 MA 線咧，就通常就唔會有啲咩好嘢發生嘅。所以有啲人咧直情話，如果真係仲係喺200天 MA 之下嘅咧，佢哋極其量都係叫呢個叫熊市反彈。咁喺2022年1月啦，當呢個 S&P 500嘅指數跌破呢個50天同埋200天嘅 MA 平均線嘅時候咧，股市咧亦都持續咗好幾個月咧繼續向下。咁而喺2022年嘅8月啦，同埋22年嘅11月咧，指數咧其實試圖咧去突破呢個200天嘅平均線，但係咧都未成功。但係另一方面，如果呢個指數咧係喺呢個200天 MA 嘅上方咧交易嘅時候咧，通常都被認為咧係處於整體大市嘅上升趨勢啦。所以對於一個長期投資者嚟講咧，200天嘅 MA 咧可以用嚟睇一睇有冇一個潛在嘅買入或者賣出嘅機會啦，亦都可以幫助咧大部分嘅長線投資者確定呢個大市咧有冇機會係可能喺呢個長期裡面咧繼續上升或者咧繼續下跌。
呢度都講多少少資料俾你哋聽。牛市咧，即係呢個 S&P 500指數咧持續高於呢個200天嘅 MA 嘅時候咧，喺過去28年嘅時間裏面，其實咧有24年咧呢一個指數都係高於200天嘅 MA 嘅。有時佢嘅持續性咧係甚至係講緊幾年或者以上。咁相反咧喺熊市裏面，即係話呢個指數咧大幅跌破咗呢個200天嘅 MA 線咧，就只有14%。咁即係話咧28年以嚟咧得14%咧係熊市。咁其實都可以俾投資者一個安心啦，就係大部分嘅時間，即係86%咧嘅時間都係咧市場係屬於一個安全嘅投資時期嚟嘅。喺過去28年以嚟咧，熊市出現過幾次啦，分別咧就係2000年、08年、20年同埋咧上年2022年。喺呢幾個時期咧 S&P 500指數咧都係喺200天 MA 以下吹緊嘅。咁依家最新呢個指數咧啱啱升穿咗呢個200天嘅 MA， 咁但係唔知咧佢會繼續向上走啦，因為咧只不過係一個嘗試嘅假升，然後最尾咧都係跌翻落去咧。對我嚟講最重要咧，睇下呢個股市見底未嘅指標咧，就係估值啦。估值我哋可以睇兩個重要嘅指標 Shiller PE ratio 同埋 Buffett indicator。Shiller 市盈率咧係衡量 S&P 500裏面呢啲股票嘅價格，相對於佢哋公司嘅每股盈餘 EPS 嘅估值指標。佢嘅另一個名就係 Cap ratio。咁同一般嘅 PE 市盈率咧有啲唔同，因為佢係用緊10年期間嘅實際每股盈餘 EPS 咧去計算。利用呢個長年期去計算咧，可以消除喺呢一個唔同嘅 business cycle 啦，或者係 economy 嘅 cycle 裏面咧所發生嘅公司利潤嘅波動。咁對比起一般嘅 PE 市盈率咧，淨係用過去12個月去計 EPS 嘅話咧 ，Shiller PE 咧就比較準確啦。而過去20年嘅 Shiller PE ratio 平均值咧係25.7。咁極高嘅 Cap ratio 咧，即係代表公司嘅股價咧遠遠高於公司盈利所得嘅表現，所以我哋就叫佢哋叫做股票被高估啦。資深嘅投資者咧，普遍咧都會預計越高嘅 Shiller PE ratio 咧，即係代表市場最終咧會通過將呢個公司股價咧推低翻，去達至翻佢嘅真實嘅價值，直至咧佢嘅真實價值咧，即係真實嘅股價咧被反映翻出嚟，亦都係我哋叫嘅 correction 啦，即係修正嘅公司股價。第二個指標咧就係 Wilshire 嘅 GDP ratio 啦，亦都被稱為呢個巴菲特指標。咁點解佢哋會叫巴菲特指標咧？係因為咧喺2001年咧，巴菲特喺一個訪問裡面咧，佢就話最有效嘅估值方法咧就係用呢個股票市值除以呢個國內生產總值，意思即係話咧美國股市嘅總市值佢 market cap 同埋咧呢個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咧個比率係點樣？所以你可以理解為呢個 GDP 等於呢個美國國家嘅盈利 sales 啦。Wilshire GDP 咧，佢要計出股市依家嘅市值等於美國盈利裡面嘅%幾咧？一般嚟講咧，呢個指數喺過去嘅平均值咧就係75%，高於100至120咧係等於過熱。咁大家都知啦，自從呢個08年、09年嗰陣時嘅 financial crisis 之後咧，美國政府咧就開始第一次用呢個 QE 即係量化寬鬆咧印銀紙嘅政策去救經濟。呢個數值咧自此之後咧就未去過低於75%啦，呢個所謂嘅平均值。咁即係話咧，股市喺2010年之後咧，長期處於呢個過高同埋高估值嘅階段。咁依家睇一睇現時嘅數值啦，截至到去2月咧，呢個巴菲特指標係157.7%，比起2021年咧11月高峰期咧，當時係做緊198%。咁 Shiller PE ratio 依家係29.9，比起2021年咧高峰期嘅時候係38.2嘅時候咧，都回落咗好多噶啦。但係如果淨係睇呢兩個指標嚟講咧，大市仍然係屬於高估值。既然大市整體市值咧都仲係高估值，咁我哋咧就要逐個嘅個別股票咧去睇下值唔值得我哋去買入啦。咁呢個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裏面咧，就有教你哋點樣做呢個估值模型啦，點樣睇呢個公司嘅財務數據同埋佢報表，去逐間公司研究翻，揾出咧喺市場上面咧真正低估值嘅個別公司股票。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睇一睇啦。好，講一講呢個 time the market 嘅風險先。咁喺一個最理想嘅情況之下，當然最好就係我哋準確知道幾時係呢個市場嘅底部，幾時可以伸隻手去撈底賺盡佢，係咪？
但係咧現實上面咧就係基本上係好難做到嘅。通常都係我哋遠遠離開咗所謂嘅底部，然後再回望翻先知，咦，原來嗰陣時就係已經底部咯喎。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如果你等到真係要確定呢個市場真係正式已經係觸底啦，跌到最底啦，然後先進行投資嘅話咧，通常你應該已經錯過咗所謂嘅早期反彈嘅階段㗎啦。譬如如果你2020年3月咧投資咗 S&P 500指數嘅 ETF， 你所放落去嘅錢咧，可能喺買嗰刻咧已經跌到去冇晒價值，但係咧去到嗰年嘅年底咧，你會見到65% 嘅回報率。不過如果你所謂等到我真係見到成功捉咗底啦，成功咧過咗最壞嘅時間咧先去投資嘅話，譬如6月嘅時候咧，而如果你6月嘅時候先至買入，去到年底你嘅回報咧係得翻22% 左右。所以真話就係咧，世界上面咧冇任何一個大師可以100%咧準確咁樣話俾你聽，市場咧係咪已經觸底啦？所以咧唔好浪費時間去 time the market， 最重要咧係調整自己心態，喺股票嘅特價時段啊，hold到佢咧，佢嘅估值跌到好低嘅時候先買入咧，基本上作為長線投資者咧，你嘅風險不但止係低啦，而且咧係更少機會錯過呢啲嘅黃金復甦反彈期。今日咧呢段影片就介紹到呢度啦。如果你哋有興趣開 Saxo 嘅離岸或者本地戶口嘅話咧，你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了解一下。如果你中意段影片，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